持人好，好，各位嘉宾好。好，欢迎大哥和大姐啊。你们俩什么关系？夫妻啊，结婚多少年？结婚30多年了。老夫老妻了呗？对。孩子多大了？31了。今儿来干嘛呀？我跟他俩特可气了。啊，太可气了。我就想跟他俩离婚了。哇。我有2件事儿。我有一个跳舞的事儿。有一个钱的事儿。好，咱们先说跳舞的，再说钱的。我们俩就合计说的去健健身去吧。跳的交谊舞。但是跳着跳着就不跟我俩跳了，他就不跟我俩跳了。啊。去找那年轻的、漂亮的去跳。啊。不跟我俩跳了，我们俩就定价打仗。啊。就黑线打，白线打，定价打。就换舞伴了呗，等于。反正就找好看的年轻的跳。那你也找好看的帅的跳啊？我不想找啊，我舞伴也想找我，有的人也想找我，我心往不老两口嘛，就是健身嘛。对。你哪想到健身健出这么一堆麻烦来啊？你为啥不跟人跳啊，大哥？你跳的啥舞啊？你说实话，多累人呢。那你学习也不学，那年轻的，身体灵活，跳得好，我跟他跳不累。再者说，跟他们跳舞心情也好，高兴吗？跳舞就为了高兴吗？最可气的是啥呢？我们家有个破面包子车，经常拉人好看的出去跳去，说是去跳舞去，我也不知道去干啥去。瞎说啥呢？那块儿有的求我办事儿，舞伴给我办点事儿，拉着都为什么的啊？我跳什么我跳舞？你有多少舞伴啊？方便问问吗？我的舞伴确实挺多啊，但他有点多心，小心眼儿。这么大岁数了，他有啥事？那再来说了，你为啥老找那么年轻的跳去呀？不是得多年轻啊？都30多岁的。你有40多了不好？不是你们在哪儿跳啊？就是广场上跳吗？就是个大众舞厅。一个屯子，都熟人，能有啥事？我们都去上那儿健身去。哦，健身。他每次去跳您去吗？我也去，他不跟我俩跳。他不跟您跳，他跟其他的舞伴，你看他们亲密吗？我凡事就那样，我生气。啊，他一曲都不跟您跳吗？不跳，回家我俩就打仗。啊，对定价打。反正这个事儿你得给我俩说明白了，那不能拉着人老丁拉着人年轻的走了，拉一个破车。破车咋的破车呀？要花好钱买的咋的？你这跳舞就跳吧，你拉人干嘛去啊，大哥？有时候你要我请人吃饭，你能不请吗？你请人吃饭干嘛呀？就是。这是第一个事儿，我再跟你们说第二个事儿。好，说第二个事儿。第二个事儿是钱的事儿啊。我们半辈子攒了7万块钱，不容易。这7万块钱吧，就给我搁存到卡里头了。这不我外甥姑娘嘛，这孩子让我就去帮带孩子。我寻我去吧，我想把这卡支出的钱来，好给他点家里好花。啊，不干，非得把这个卡都给他，搁我这不干，我不给他，追着我打仗。啊，完了呢，后来我就这么的把卡我就给他了。啊，我寻这都这个岁数了，就给他吧。啊，给他没到半年回来。卡钱没有了，钱呢？就是啊，这钱呢？问他都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问他干啥花了也不说。啊。就是不知道干啥花了，反正这钱没了。这么的，我盯着追问，盯着打，说啥呢？跟舞伴出去玩去了。我解释行不行？你走了半年，生活费是不是从这7万里出？半年生活费也是一笔数字啊，我不可能比你记个账。谁家过日子油盐酱都得记个账啊，随着你吃个饭记账啊，不可能的事儿。所以对不上账这方面。另一方面，我确实跟舞厅那个张野网啊，属于上长春溜达去了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去长春溜达了。有一次跳舞，张野说呀，我这辈子连火车都没坐过。哎，我嘴也欠，我说的，在里面坐火车，哪天我领你坐火车。我再去个中国最大城市溜达溜达。张姐说的，中国最大城市哪块啊？我说是沈阳长春吧。我跟他开玩笑呢。完了张姐到这去了，就找那个王姐，也都60多岁了，都是，他俩都60多岁。约我了，要我出去溜达去。你说我一句话说出去不去吧？硬着头皮得去，不想去得去。这不得我们要上长春了。去个大城市，
搁长春住宾馆、吃饭店、看演出，并且周边这些县城我们都去了，有人转的地方就看演出去。你说10来天，你说这笔钱，作为一个男士，一话说出去了。我跟他过多半辈子了，也没领着我出去坐火车、住宾馆、看看演出。你多大领我出去过？你说家里就这么点钱，你就领着人家出去旅游去了？这不好姐们吗？有什么办法？你是出的什么事儿啊你？有什么办法？不是你跟人家什么好姐们啊？就是舞厅啥的也跳舞，有时教我，有时教我跳舞，我不大会跳吧，这不，看学的不那么太好也，这不就装大了嘛？一句话说出去，要领人溜达玩去，人当真了，这不是吧？说几个去大省，这不真去了吧？上长春了吧？那你这日子还要过吗？那回事。这辈子你说你啥都干，就是不干活。我们家早先开个小店，我搁家不出不去吗？他去上货去，没有一回对上账的时候。在家我们钱匣子里说卖钱不得有点钱吗？有100的了，有200的了就偷出去。有一次我给他刷鞋，我给他擦鞋，鞋壳里都搁钱。哦，就是他干的事儿。出去的时候，有1000花没再回来。有200花没再回来，有100花没再回来。打电话，就多懒都不回来，我还跟你过啥？我还跟你过？来，你跟你舞伴过去吧，我是不能跟你过了。好了，知道了，听明白了。所以这个应该怎么办呢？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反正我听你们刚才这些事情，我真的特别的愤怒。这个愤怒来源于不负责任。不只单指某一个人，我觉得你们2位对自己都是不负责任。这个男人没有做到对于自己负责任，你也没有让你的妻子因为你的存在而感觉到任何的尊严和幸福。所以你对你自己是最不负责任的。你看，在今天这个现场，所有的人把你当成了笑柄，把你当成了一个反面教材，你觉得这样对你自己公平吗？刚才说了，是因为，有面子呀，我答应出去了呀，那些女人都特拿我当回事儿啊。我想可能他内心当中对于尊严这件事情是有渴望的，只是他从来都不知道怎么去获得。你以为像一个孩子这样的撒泼打滚耍赖，其实太幼稚了。你看幼儿园里的小孩都以为这招好使。所以您用了您人生55年的时间，来去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任何成长、没有任何担当的一个人，空度了这些年华。然后这位女士，我一点都不觉得你是值得同情的，因为在这30多年的婚姻当中，你有无数次可以保持自己更多的尊严的机会，但是您都放弃了。至于今天你们何去何从，我不知道，因为30多年居然能忍，今天为7万块钱忍不了，那您，我也说句实话，您可能也一直是跟钱过呢，也没跟这个人过，否则的话，这个人多糟糕你都能忍，只要有那7万块钱。您有没有想过？其实您也没真的跟这个男人在过日子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白老师。徐总，这位大哥，在外头这钱没少败吧？每次为什么都回这个家呀？一辈子了，别招了也。外头受挫折了吧？你还自以为是呢？开始听着你们的讲述，其实是心里蛮激动的，但是平静下来之后，其实会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出现。为什么现在跳广场舞的老年人很多？为什么要去跳舞？其实除了去健身以外的目的，其实最大的一个关键点是通过跳舞，通过认识新的伙伴，其实可以填补内心的那种孤独。你们2个结婚30多年，但是我觉得你们2位其实内心都是孤独的。这位大哥，刚才上来其实还是蛮沾沾自喜的吧？听到自己老婆说，哟，有好多的年轻的舞伴又漂亮，心里挺高兴的。而且好像你也说自己应该跳舞还不错，并且这位大姐跳舞是不行的，所以那些年轻的舞伴才愿意跟你跳。是不是有一种被人认可的一种
感觉，很开心吧？但是这种认可在你们30多年的夫妻生活当中，你一定从他身上是得不到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大哥一定要去和那么多的年轻舞伴去跳舞，再发展到一起出去旅游。其实他在外面，我可以敢说是一无是处，生意一定不好，也不被周边的人认可，同时回到家也得不到这位大姐的认可，所以种种导致了其实内心是极度的抵触大姐。这是为什么7万块钱没了，不得已回来了，回来也是知道要被你来数落的，所以始终是不敢说那7万块钱哪里去了。所以这就是你们相处模式当中的问题。以前是因为孩子可能还在身边，然后有矛盾可以转移，关注度可以转移到孩子身上。现在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，就剩你们2位了。虽然你们2个在同一屋檐下，但是沟通一定是非常少的，彼此都是很空虚、冷漠的。2个人一起走了30多年，落到如今这个地步，真是悲哀，都是有很大的问题。所以大姐，不一定要离婚，所有离与不离都是您来选择，关键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幸福。幸福可以在他身上去找到，也可以在别的地方去实现，关键是如何调节自己，调节说如何这个人这么不堪的话还能一起生活30年，到底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人？你离得开他吗？真的离开，我相信早已经离开了，不是因为多少钱的事情，你们之间不简简单单是钱。如果把所有的关注度、所有的错误都归结为钱上的，你们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。回去好好谈一谈，一起再去跳个舞，看看你真的舞姿是那么不行吗？真的那些年轻一点的大姐真能吸引他？真正吸引的是外貌吗？还是内心的一种认可？就这样。谢谢徐总，胡老师。其实你看你们2人的相貌，你们都快到60了，但一点都不老，你发现没？脸头上一根白发都没有，所以说明你们之间的这种相处模式，没有让你们的生活变得特别的枯竭，倒让你们在战争中斗争，彼此更加青春永驻啊！你们每天都把精力花在这方面，你们斗了一辈子，非但没有让你们变得苍老，反倒觉得你们每天都很有战斗力，满血复活。但是我有一点我特别想不明白的是，我们都说好吃不过家常饭，知冷知热结发妻。你就这个女人再不好再抠门，她好歹跟你过了30多年，她跟那些你所说的漂亮的、身材好的、你看上去像朵花一样的女人相比，即便不中看，难道她还不中用吗？是吧？好歹跟你过了30多年，难道你对她就没有一点点疼爱之心吗？其实我是不赞同你们离婚的，你们离开不了彼此。你们这样的相处模式相处了30多年，你不照样忍了吗？像今天这样在这个舞台上控诉他，我相信在生活当中，周围所有的人让你控诉了个遍，对吧？但是有用吗？没有用，因为一直以来你得不到这个男人的尊重。那既然这样的沟通方式是无效的，如果你觉得可以重新开始，考虑到自己可能虽然56岁了，但还有大部分日子要走，你可以选择单过，没有问题，不离婚也行，单过也行。但是如果你们要在一起过，就把对方不要说当成丈夫，就当成一个简单的邻居去尊重一下。我们看不到你们2人之间有最基本的尊重，这很可悲，你知道。所以最后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就这样吧。一个家庭的悲剧，听着其实挺难受的。如果你们还想对生活负点子，说我过去几十年过得浑浑噩噩，那到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转机。都向对方检讨吧，你们向生活检讨吧，向对方的赔罪也好，认错也好，就当是你们送给自己生活的一个礼物。
想清楚，你是一定要道歉的，不管过还是不过，你真的错了。这30多年你也错了，你们应该非常负责任的向对方和自己道歉。我想大概你们对于生活的救赎，希望可以从这一刻，从这个节目开始，那你们今天的到来才有意义，而不是像过去一样的谩骂，上演一出闹剧。好了，让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向我跟我伴随我大半生的老婆道歉，老婆我错了。虽然说有这么句话，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。你放心，我以后肯定，你看行动吧。如果能得改，你看看行动。两能吧？行了，请回吧，两位。回吧。多糟心的一段啊！来，我们把门关上，请关门。所以善待生活吧，善待自己吧。